你有沒有發現，一個演員真正的成長，往往不是從我演得越來越用力開始的，而是從某一天，他突然意識到，原來以前的自己可能一直在演給自己看。最近，张凌赫在一次採訪中談到自己的演藝成長，有一句話特別值得關注。他說，過去的自己曾經容易掉進一個叫做自我感動的陷阱。聽起來很簡單，但如果你真正理解演員的工作，就會發現，這其實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問題。因為一個演員在鏡頭前哭了、崩潰了、痛苦了，甚至把自己逼到極致，並不代表觀眾一定會被打動。演員覺得自己已經投入了100%，觀眾卻可能只覺得這個人好像很努力的在演。而張凌赫現在正在慢慢擺脫這種狀態，這或許也是為什麼當我們在看他最近的作品時，會越來越明顯地感覺到他的表演方式正在發生變化。過去他可能更關注自己有沒有進入情緒，現在他開始更在意另外一個問題：觀眾有沒有進入這個角色的情緒。這兩句話看起來只差幾個字，但背後的區別卻非常大。所謂自我感動，其實是很多演員成長過程中都會遇到的階段。當演員剛剛開始理解表演的時候，很容易認為情緒越強烈，表演就越有力量，哭得越狠，痛苦越明顯，眼神越用力，好像就越容易讓觀眾產生共鳴。但真正成熟的表演恰恰可能相反，不是演員告訴觀眾我現在很痛苦，而是觀眾從一個眼神、一個停頓，甚至一句沒有說出口的話裡，自己感受到這個人物到底有多痛苦。這也是張凌赫現在越來越重視的一件事。他開始嘗試讓自己更加放鬆，不再過度沉浸在我要把這個情緒演出來的執念裡，而是讓角色自然地存在於情境當中。換句話說，他不再只是問自己我應該怎麼演，而是在不斷尋找這個人物在這一刻為什麼會這樣。而這背後其實對應着張凌赫近年來非常明顯的一種變化，他越來越重視人物的完整性。在談到自己的角色準備方法時，他提到，當自己拿到一個角色之後，並不是簡單的按照劇本裡的一個個場景去處理，他會嘗試重新整理人物從過去到現在的成長軌跡。這個人物小時候經歷過什麼？他為什麼會形成現在的性格？他曾經受到過什麼傷害？什麼事情改變了他？為什麼在某一個瞬間他會做出這樣的選擇？這些問題看起來和鏡頭前的一句台詞沒有直接關係，但實際上他們決定了演員在面對鏡頭時那個眼神到底有沒有根。因為一個真正成立的人物不應該只存在於劇情需要的那一刻，他應該在鏡頭之外也擁有屬於自己的生活。所以當劇情突然發生變化時，演員不是臨時決定我要悲傷，我要憤怒，我要冷靜，而是因為人物本身的經歷已經在那裡，所以情緒自然就會出現。這也是为什麼張凌赫現在越來越強調人物成長的邏輯。他希望角色每一個行為背後都能夠找到足夠清晰的心理依據，而不是上一場還在開心，下一場突然就崩潰，只因為劇本要求人物哭。這種變化其實非常重要，因為對於一個年輕演員來說，最容易被忽略的東西就是人物邏輯。觀眾看到的是一個2個小時的電影或者幾十集電視劇，但演員需要看到的是人物完整的一生，而這恰恰也是張凌赫現在正在努力建立的東西。再回到他最近的新作品，這一次他飾演的是慕容清逸。這個角色最大的特點之一，並不是簡單的把情緒全部釋放出來，恰恰相反，很多時候他需要把情緒壓在心裡。人物真正的掙扎不一定通過大喊大叫表現出來，有時候一個停頓，一個眼神的變化，甚至是一個很短暫的沉默，都可能比直接哭出來更有力量。尤其是在一些情緒非常沉重的场景裡，這種處理方式就更加重要。比如劇中備受關注的雨中下跪戲，如果單純把它理解成一場虐戲，其實就太簡單了。真正值得看的是人物為什麼會走到這一步，他到底經歷了怎樣的心理變化？他是在向別人低頭，還是在和過去的自己告別？他是真的絕望，還是終於開始接受某一個無法改變的事實？這些問題才決定了這場戲最終能夠留下多少情緒。而張凌赫在處理這類場景時，也更加傾向於表現人物內心的撕裂感和成長，
而不是單純追求我要讓觀眾哭。這其實就是從自我感動走向讓觀眾感受的一個過程。演員不再把自己當成情緒的終點，而是把自己變成角色和觀眾之間的橋梁。這也是為什麼他在採訪中提到和導演、演員保持持續交流，因為表演從來不是一個人的事情。演員可能在腦海裡已經建立了一個非常完整的角色，但鏡頭最終呈現出來的效果卻可能完全不同。導演怎麼看？對手演員怎麼接？現場的節奏是什麼？攝影機距離有多近？甚至一句台詞前後的停頓都可能改變整個情緒。所以，真正成熟的演員，並不是堅持我認為這樣演才對，而是願意在現場不斷調整。這種開放性其實也是演員成長的重要標誌。而如果把時間線拉得更長一點，你會發現張凌赫對自己演員生涯的理解其實一直都比較有意思。早在2026年5月的一次交流中，他曾經把自己的演員生涯比喻成一家創業公司。這個比喻聽起來很特別，因為如果一個演員已經取得了不錯的成績，完全可以把自己形容成一家已經穩定運營的公司。但張凌赫沒有這麼說，他更像是在告訴大家，自己依然處於創業階段，還在路上，還在努力向上。這其實很符合他現在的狀態。因為從外界的角度來看，張凌赫這幾年的發展已經非常明顯。從早期作品開始積累關注，到後來不斷獲得更大的角色，再到如今能夠承擔更加複雜、更加需要情緒控制的男主角，他確實已經走到了一個新的階段。但問題也隨之而來。當演員擁有越來越高的關注度之後，最大的挑戰往往不再是讓別人看見我，而是我還能不能讓別人看到不一樣的我。這兩件事完全不同，前者靠的是曝光度、作品和機會，後者靠的卻是演員真正的成長。而張凌赫現在所面對的，恰恰就是第二個問題，他不能永遠依靠外形，也不能永遠依靠某一種固定的人設，更不能每一次遇到高情緒戲就用同一種方式去表達。真正能夠決定演員未來走多遠的，是他有沒有能力不斷拆掉過去的自己。所以，自我感動這句話其實比表面看起來更加重要，因為能夠承認自己曾經掉進這個陷阱，本身就是一種成長。很多人回顧過去的時候，會習慣性的強調自己曾經有多努力，但張凌赫談到的卻是另外一面：努力不等於有效，用力不等於真實，自己覺得感動，也不等於觀眾真的被打動。這可能就是演員成長過程中最殘酷的一刻。你必須學會從自己的情緒裡退出來，站到觀眾的位置上，甚至站到角色的位置上，然後重新審視自己剛才的表演，到底是角色在哭，還是演員在努力讓自己哭？到底是人物真的痛苦，還是演員在告訴觀眾這個地方應該很痛苦？到底是一個角色自然地做出選擇，還是演員為了制造戲劇效果而做出了選擇？當一個演員開始不斷問自己這些問題的時候，他才真正開始從會演戲走向理解表演。而這或許就是現在張凌赫最值得關注的地方，不是他已經有多成熟，而是他開始越來越清楚地知道自己過去哪裡還不夠成熟。這兩者之間差別非常大。一個演員如果永遠認為自己已經足夠好，那麼他的成長其實很容易停下來。但如果他敢於承認自己的問題，並且願意重新學習，那麼未來反而還有非常大的空間。張凌赫現在所處的階段，恰恰是一個很微妙的階段。他已經擁有了一定的市場關注度，也不斷遇到更複雜的角色。與此同時，他還沒有把自己定義成一個已經完成的演員。他依然在試，依然在調整，依然在尋找屬於自己的表演方式。所以，當下一次你在看到他在鏡頭前沉默、克制，或者只是輕輕改變一個眼神的時候，也許可以多看一秒。因為真正的成長，有時候並不會表現得轟轟烈烈，他可能只是讓一個演員從我要把這個情緒演出來，慢慢變成我只需要讓這個人物真實地活在這裡。而這一步看似安靜，卻可能是演員職業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次升級，從自我感動到真正打動別人。從用力表演到自然進入角色，從關注自己演得怎麼樣，到關注觀眾能不能感受到角色。
如果張凌